我是 Mina， 一个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析一下在美国购买新房的贷款的相关事宜。那近几年来呢，美国加州洛杉矶东部的城市奇诺市和东谷市房地产事业是蒸蒸日上，那它的新房销售呢是火热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呢，近年来我们多了很多中国房地产的投资者，还有呢就是近年来美国银行的贷款利率上呢有很多的优惠。那东部的热度城市东谷市和奇诺市呢，因为它优质的城市建设、充分的学校学区，还有超级好的性价比和很高的投资回报率，备受大家青睐。那最近呢出现了很多的新楼盘，就拿东谷市小尔湾来举个例子，市场上100万以内的正在销售的优质二手房，房源呢差不多有104个，未上市的呢近30个，新房小区正在售卖的4个。且在最近呢，还会有更新的房源上市，还有一些新开盘的新房小区、新的楼盘会上市。我呢会分期盘点未上市的、即将上市的、正在上市的，还有上市正在热卖中的各类房源，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我的频道哦。好，说回主题，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谈一下新房的贷款、房贷的流程以及注意事项，解答一下广大观众网友的贷款上的疑问，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谈一下新房、新楼盘的贷款。最近呢，很开心认识了很多网友，交到了几个好朋友。在通过关注我的频道以及一些私下的交流中呢，我了解到了许多朋友啊，其实在对于美国房产贷款上的认知有一点点模糊。那么秉承我对我的频道的观众和广大小伙伴负责任的心态，那么作为一名加州注册的地产经纪 broker 和一名加州注册的会计师 CPA， 我呢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贷款。首先呢，贷款的条款、利率、金额、放款速度、交易难易度、我们华人的水准、贷款通过率的高低、是否要查收入等等，这些都是贷款银行之间的区别。那么有些新建小区呢，他们会强制购房者使用他们所指定的贷款银行，说他们有 preferred lender， 也就是首选银行，也叫做 builder approved lender。然而有趣的是，有时候呢 preferred lender 并不能提供最好的贷款服务，往往呢这些建商和这些指定的贷款公司，他们之间会有交流和沟通，当然啦，也会有一定的合作承诺。于是呢，为了方便去推广这些，通常来说，这些贷款公司会给您一个$5000到$7000不等的 lender credit incentive， 也就是贷款银行的返点，去提供给广大的新房的购买者。通常来说呢 preferred lender 甚至是其他的 lender 或多或少呢，他们都会有一定的返点。正在购买新房的小伙伴要记得咨询哦。所以在这里呢，购买新房的第一步就是要选择您所准备用的贷款银行。所以当您选好一栋房子之后，买房的第一步就是要选好贷款银行。那当第二步，当您已经选好房子以及所要用的贷款公司之后呢，您就需要预定您所要的房源了。当然有的时候会需要交取一部分的定金的，比如说5000块的定金。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 pre-approval 或者是 pre-qualification letter， 也就是贷款公司的提前预批。那么这个押金和提前预批是美国大多数建商都会需要的文件，这呢也在他们的标准流程里面。那如果您能早一点提供这些资料，早一点提交您的 pre-approval letter， 早一点提交您的预先审批的信件，意味着您可以更早的下订单，更早的去选择您所心仪的新房。那我刚刚有说到，您要早一点拿到提前预批的信件，也就是 pre-approval pre-qualification letter， 就可以早点下定金锁定新房，早一点上到建商的 VIP 等待名单。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 pre-approval pre-qualification letter， 也就是提前审批的信件，各大建商、各大贷款公司的不同呢，他们所需要的文件呢可能会也有一些不同。那通常来说呢，他们所需要的文件，第一个呢就是资产证明啦，第二个呢就是收入证明，月收入啊、年收入啊等等，第三个呢就是工作证明，第四个呢就是资信证明，第五个呢就是负债证明。当然我现在所说的贷款方式并不是对于美国本地居民开放的传统的查收入、查报税的证明，我说的呢是对于 foreign national， 也就是外国小伙伴购买房屋贷款所需要的材料。那如果你有以上我说的这些证明之后呢，您就可以取得大部分贷款公司的 pre-approval letter 了，提前审批信。那么许多网友都会关心的问题就是海外买家的贷款问题。好，我们接着来说许多网友都会关心的外国买家在美国购买新房贷款的流程、类型、问题以及攻略等等。我呢并不想在这里现在开一个贷款班，因为毕竟我们又不是要去贷款公司上班的。在这里呢，只是征收了一些网友的问题和意见，又结合了本地我的客户交易中的一些疑问，来列举以下的 Q&A 给大家解答。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外国人贷款要拿什么类型？外国人拿贷款我们叫 Foreign National Loan。第二个，贷款可以贷多少？贷款的百分比是什么？那有绿卡的人做贷款呢，他的首付可以支付25%到35%，没有绿卡的外国友人呢，他的首付大概要在35%到40%。第三个，办
办理贷款的周期是多久？一般为45到55天。在新楼盘上呢，不确定性就会多一些。不过一般来说，我们在选贷款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周期短的，因为如果在预定新房的时候，如果你的贷款周期过长，很有可能会耽误您拿房哦。甚至明明可以排到 VIP list， 有权选择房源，却偏偏因为贷款而被拿掉了，这样就耽误您买了房。所以可见得周期的重要性。第4个问题，常见的银行以及最近的贷款利率。那我们绿卡或常规的贷款呢，最低的利率最近可到达 3.1%， 当然通常来说是 3.25% 到 3.75% 啦。那外国人贷款呢，利率为 3.75% 到 4.25%， 有些呢可能更多。第5个问题，我们已经开始贷款了，那我们第一步要干什么呢？要准备些什么呢？那首先呢，您要找好户型，然后找一个美国当地的 broker 合作，然后呢要交定金，准备护照的复印件、签证页和护照首页，然后去准备拿 pre-approval letter， 这些有了呢，您就可以下订单，上等待名单，准备拿新房的房源。好，第6个问题，提前审批 pre-approval pre-qualification 这个信怎么拿？这个呢，您需要联系 lender， 也就是您的贷款公司，或者是您的 real estate broker， 也就是您的地产经纪，来提供您的财务证明以及资信证明。下一个问题，我人在国外，那贷款文件的签字要怎么签呢？人在海外可以在网上进行签字，我们叫做 DocuSign。 那当然 DocuSign 这个软件呢，就是您接收 email， 然后在 email 阅读完所有的合作条款之后，您可以选择签字，并有日期。像这类签字呢，因为都有 IP 地址可以追寻，是非常安全的。下一个问题，我人在海外，我可不可以汇款给建商来预定？答案是可以的，但是在48小时之内要完成 DocuSign，也就是网上签字。第9个问题，可以以公司名义 LLC 或者是 C Corp 的名义来购买房产吗？答案是加州可以，在纽约就不行啦。在我们加州用信托买、个人买、公司买、有限公司买都是可以的。第10个问题，我们利息呢要用固定的还是浮动的？那锁定的期限要多久？3年、5年、7年、15年还是30年呢？如果是自住，当然30年固定的是最好了。如果是投资呢，就复杂很多了。详细请咨询呢，可以私聊问我，我们私下聊。第11个问题，我呢是外国身份，中国护照，可不可以进行银行贷款申请呢？答案是可以的，只要有您银行的流水单，并且流水单上要印有这是您本人的银行账户，也就是印有您的名字在上面，还要有银行预留的首付款，也就是 down payment， 以及1到2年的储备金。什么是储备金呢？储备金就是您估算您每月贷款要还款的价钱乘以一个储备的期限。比如说我每个月要还2000块的贷款，那么我的储备金要求是2年，那么我就需要2000块乘以12个月乘以2，得到的数字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首付款以外的储备金。不同的贷款公司呢，他们对于储备金的要求也是有不同的。第12个问题，我是已婚，房本可不可以只写太太的名字？答案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我是已婚，房本写太太的名字，可否我来申请做贷款，我来还款？答案也是可以的。第13个问题，我呢来美国，如果只有1周的时间，可否签好贷款、房屋的合同等等呢？答案是可以的。当然这些文件我们要提前准备好，以便更好的节省时间。第14个问题，可以在海外公证过户吗？答案是可以的，只要去该国家的领事馆、公民服务处进行公证及过户便可。下一个问题，预定贷款后还可以换户型吗？答案是可以的。第16个问题，拿新房、预定贷款、上 VIP list 有一些捷径吗？答案是有的，改期我会专题教你们。第17个问题，贷款时住房上需要上住宅保险吗？答案是一定需要的。第18个，利率会浮动，房贷月供会变吗？答案是当然会啦。如果你的利息 term 不是长期固定的话，您的月供也会根据利息的浮动而浮动的，并且这个房贷利率浮动的上限为 6%。如果您贷款的浮动利率款项不好，需要早点做 refinance， 也就是重新贷款，不然呢您的钱包就会有所损失哦。第19，贷款有几种？那我们的贷款呢分为传统的，也就是 conventional， 或者是巨额贷款，还有 FHA、VA， 也就是联邦房管局，或者是军人贷款，还有就是 second mortgage 第二贷款，以及 foreign national 外国人贷款。下一个问题，第20个，如何计算房贷的月供？通常来说呢，房贷的月供包括了您的本金、您的利息、您的地税、您的房屋保险，甚至于您小区的 HOA， 把这些加到一块儿，基本就估算出您每月的月供啦。当然啦，可以上网下载 mortgage calculator， 就是贷款计算器，许多网站都有，可以用计算器来计算。好，下一个问题 ，incentive 是什么 ？lender credit 是什么？这个呢就是退款、返款及返点。有些 lender 呢会返钱给你，这个呢要自己留意，不然可能不问人家，人家就不给你喽。像 Eastville 的 Prado 小区，华美银行呢就会给7000块的返点，如果你不问的话就没有了。下一个问题，第22个问题，贷款的 closing cost 都有什么？那么 closing cost 呢所 cover 的东西就多了，包括你的第三方费用、你的房屋转让费用、你的文件处理费呀、您的
汇款费用啊、您的公证费用啊等等。当然，它还包含第三方为您支付的，比如说您的房屋评估费、房屋保险费、逾期的地税及物业管理费等等。当然啦，在房产过户的时候 ，escrow 会给买家和卖家各出一份非常详细的 closing statement， 也就是房屋过户清单。那上面呢一条一条呢会非常清晰，建议小伙伴购买房屋之后要一项一项核对，有问题的呢随时联系第三方来核实。第23个问题，那资金预审 pre-approval pre-qualification letter， 如果你想拿这个的话，银行会查你什么？那如果是美国本地人有 credit history 有信用历史的人呢，他会查你的 credit score， 也就是信用积分。还有呢就是银行存款、工作证明、报税记录、债务相关，还有每月的工资单呢 W2 啊，或者是1099啊等等。那么如果是外国人呢，他会查你的收入证明、财款证明，还有资信证明。当然啦，这个证明不一定要在美国本地出的，在中国出也是可以的。如果是中国出的文件，最好自带英文翻译件哦。第24个问题，多久可以拿到 pre-approval？这个呢要取决于你的地产经纪的能力，最快的呢1天就可以拿到。那我的客人呢，经常是可以1天之内就拿到的。当然，这也需要客人配合，就是早一点提供资料给我。好，第25个问题，如果我找了许多家贷款公司，出了不同的 pre-approval letter， 会有影响吗？答案是在短期内不会有影响的。第26个问题就是找不同的建商预定不同的房子，拿着同一封 pre-approval letter 会有不良影响吗？答案是有的。那可以规避吗？答案是可以的。怎么样规避呢？你可以私聊问我，或者是等待收看我下一期的视频。第27个问题，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贷款的流程吗？第一步，选 lender， 选你的贷款公司。第二步，准备你的工作证明、财务证明，还有资信证明啊等等，准备材料。第三步，拿到你的 pre-approval 提前审批信件。第4步，预定 VIP list， 拿到建商的等待名单权。第5步，正式申请。第6步，提供你的 ID， 比如说护照、Social Security Number 申案号、Pay Stub 工资单、W2 或1099、Credit Score 信用积分、Bank Statement 银行流水单，还有 Proof of Income 收入证明单。第7步，开始准备买房的协议。第8步 Loan Application， 去填写贷款的申请表，也就是1003表格啦 Uniform Loan Application。第9步，要明确你的贷款类型、年限、金额，还有利率，还有明确个人信息、收入啊、存款呐、工作信息啊、资产信息啊等等的核实。第10步，银行呢会为您估算费用，也就是 Loan Estimate。第11呢就是经纪人验房加银行评估房。第12步呢就是 Remove Contingency， 去签署一份文件交给第三方，确认您要继续购买这栋房产。第13步呢是 Remove Appraisal Contingency， 确认银行的评估报告 OK， 继续可以买房。第14步呢是 Remove Loan Contingency， 也就是确认您的贷款可以如期放款，可以正常买房。第15步呢就是买保险 Homeowner Insurance， 这个在您的房屋如果有贷款的话是一定要买的。第16步呢，就是要查看贷款过户的详细文件，也就是 escrow 的相关文件，查看你的 closing disclosure 过户的结算。当然啦，刚才我所说的这些 closing cost 的种种费用，在这个 closing disclosure 上会有一个初步的估算。第17呢，就是 final closing cost， 在估算之后呢，下一步就是最终的过户费用啦。第18步呢，就是过户。第19步呢，就是该房屋所在的郡县去 record 您的过户记录，也就是 grantee。最后一步呢，也是第20步呢，就是我们的入住证明。那么你已经走到了第20步的话呢，恭喜你已经成功买房。好，那现在呢，米娜给大家总结一下。一般来说呢 ，lender 上会给的 credit 当然是越多越好啦。一个好的地产经纪，一个好的合作伙伴，会为您争取更多的 credit， 更多的返款，最大化的为您的利益来考虑。然后呢，我要说的是，如果您贷款的年限越短，这个利率就会越好；如果您贷款的年限越长，当然利率也会越高。还有就是各个贷款银行，它对申请人的要求有所不同，有的呢就要求很多，有的呢要求就可能会低一些。有些公司呢会对客人非常的挑剔，有些呢就会非常的配合，所以建议小伙伴们多找一下不同的贷款公司。我们买东西也要货比三家啦。还有呢，就是要多找不同的地产经纪咨询一下，因为不同的地产经纪呢和不同的建商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资源和人脉，可以帮您拿到更好的 deal 哦。那比较了这些之后呢，小伙伴们再去做买房和贷款的决策，对您的利益有所帮助哦。好，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儿，希望这期的视频有帮助到你。我的名字呢是 Nina， 我是一个居住在加州的 real estate broker 地产经纪和 CPA 注册会计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给我点个赞、转发、评论并订阅我哦。如果有任何问题想咨询我的小伙伴，可以留言或者私信我，我的联系方式呢也会在这边。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